嘿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班提。哇，难得有在晚上开场，那个画面看起来跟鬼一样。那后面呢？总之后面就是我今晚住宿的旅馆。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房间，它很小啦，大概就3秒钟就讲完了。我住的是雅房啊，雅房里面就是有一张床，一个小小的书桌，那不好意思，已经被我堆满东西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穿衣镜，那旁边就是门啦。好，那它的那个卫浴啊，还有厕所都是在外面的，就是如果你要上的话，就得到外面去。那这边的房价呢，一个晚上是900块，我觉得还行啊。除了就是附近虽然有一些吃的，可是通常都没有开很晚。就晚上要觅食的话，就稍微要远一点，去便利商店就是了。好了，刚那间饭店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它离便利商店啊，或者是一些店家都稍微有一点距离。要走路的话，都要10分钟以上。那骑车的话是还算方便啦，骑车过来这间小七的话，大概3分钟就到了。嗨，哇！没想到这边遇到粉丝哎，哇！没想到我这个，我现在在定格状态，太感动了，而且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。对，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，那就是我的粉丝他也特别来找我，那要不要简单跟镜头 Hello， 我是 Uncle Joe， 嗨，欢迎订阅按赞订阅。感谢哦，在这边可以遇到粉丝，太赞了，等一下我们来合照一张。没想到在桃园竟然可以遇到1位加2位粉丝，真的是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。对，而且现在已经晚上就是9点多了，因为我刚刚从台北下来，那他们还愿意出现在这个7-Eleven这边等我，哇，真是太感动了。谢谢。本来说找你去吃饭说，哦，对啊，但是就是真的太晚了。但这时间点附近可能都关了。对啊，我刚刚有稍微搜寻了一下，就只剩7-Eleven了。哇，这个真的超厉害，这是我的粉丝就是Uncle就帮我特别准备的这个，因为我们之后啊就是会我跟 Jerry 会合开一个华语学校，那他竟然帮我做的这个，太厉害，我都不用找人设计点了，直接用这个了。对，一个 JD， 对，我们 Jerry 跟 Nanty， 很厉害哎，这个真的超强的，我要好好的把它带回去。稍微会停一下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对，这个非常的感谢他，这一份心力，谢谢，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妹妹叫什么名字？那我们就跟粉丝一起吃点东西吧。没错。对，我吃点宵夜了。OK， 先这样。第2天起了个大早，我们准备从桃园一路南下，目标台南，来完成这趟环岛的最后一日旅程。其实，在昨晚与粉丝见面之后，发现台湾的大家真的都好热情啊！其中有位粉丝因为本身也有在骑车，他之后还透过了 Instagram 密我说想骑车跟我一起跑这趟环岛中的一小段路，这让久住在日本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有距离的我，实在是受宠若惊啊！其实本来是真的蛮期待跟这位粉丝一起跑的这一小段路，但后来在睡前仔细想想，毕竟预计出发的时间还是蛮早的，说实在也不好意思这么早就叫别人起床，更何况还是昨天才刚见到面的粉丝啊，拍谁啦！最后我还是传了个讯息通知他一声，希望他没有被我打扰到清梦啊。就这样收拾好行囊，我们将带着归途的心情，开始一路向南。
大早安。那我们从饭店出发，我们一路往南往新竹前进。那西半边的风景呢，基本上就会跟东半边完全不一样了。好，刚刚路过 Seven 呢，就来买一个早餐。我本来想说台湾应该会什么特殊口味的御饭团，但我找到最特殊的就是这个鸡肉饭。啊，等一下吃个早餐，我们就继续前进了。因为这底下昨天台北下大雨啊，就弄得有点湿。那为了不要让包包的底部湿掉啊，我就只好飞一阵啊，大概飞下新竹看会不会干吧。今天在西部路线的规划上，我事先征询了一个环岛老前辈的建议，打算就这样一路沿着海边前进，随着西滨下方的路线，在遵守安全速限的情况之下，预计就这么骑个10小时，应该就可以在晚餐前回到台南了吧。所以在吃过早餐之后，稍微点开手机地图看了一下方位，想说路线很单纯，我就这么直接往西边前进，骑着骑着应该就可以顺利接入西滨了。不过我还真的是太小看台湾西半边的路啦。昨天从台北移动到桃园的时候，本来也是抱着看地图跟指标的心态，想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抵达了吧，但最后还是被逼着问了 Google 小姐。而今天的情况，本来呢是抱着些许向 Google 小姐复仇的心态，想凭借自己的空间感跟今日路线一决胜负，但真的没想到进入竹苗间的这个乡间小路之后啊，很识相的，马上就抛弃了刚刚的复仇心，还是乖乖的依赖 Google 小姐吧。毕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可以从海岸线就一路仰望，支撑起台湾的中央山脉。难得美景，不赏说得过去吗？抱着想比较一下台湾东西部海岸的想法，在新竹稍稍逗留了一下。本来继续往前走，但我忘记拔钥匙了。好懒得走过去再走回来了。我们就拍拍照，继续上路吧。看了看这边的沙岸，鱼在上面可能是在嬉戏，或者是抓什么生物的人群。小时候在台南黄金海岸玩水的记忆瞬间就涌了上来，真的有种想马上下去踩踩水的冲动。不过超级重的行李背包与那种今日就是回家日的心态，瞬间就把我拉回了现实。而且冥冥之中，似乎也有股力量不想再让我看海了。跟着西滨施工改道的指标牌，在离开新竹时，也同时离开了从第一天开始就陪伴了我大半时间的海景。取而代之的是台湾翠绿的山峦与那近在咫尺，但脚下2轮就是上不去，遗憾度满点的高速公路啊！下来舒展一下筋骨啊。那现在到后里了，这个呢好像就是
有名的这个后丰铁马道，应该吧？这应该蛮有名的吧？然后上面那里啊，这个好像就是之前后里华博的天空步道。我看 Google 导航是这么写的嘛。这次这个 Google 导航小姐啊，都会带着我来一些景点，明明我就没有设，但是她就会把路绕到有一些小景点的地方，让我可以下来走走逛逛，很贴心啊。这边好像可以上去的样子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吧。这里的展望风景还不错，然后它的设计都是平的。哎呀，还可以骑机车嘞，机车可以骑上去哦，这么爽。那那边就是后里车站了。顺着山线的道路穿过后里、丰原，由于中午跟朋友约好了要在台中碰个面，所以就只能很不得已的弯入人潮拥挤的市区。写到这里，我已经完全的跟 Google 小姐妥协了，不想再努力找路啦。而说到找路跟朋友，其实当初在构思这趟环岛影片该怎么拍的时候，这两件事本来都是规划的重点之一。首先就是想着能靠着这段环岛行见一见散居在台湾各地的朋友，想象上似乎是能够各种约起来的。再来，这趟环岛的旅程，食物、住宿等等，本来都想要靠着询问路人来达成，幻想着能够突破科技冷漠。最后当然就是要挂着环岛中的大牌子在背后，昭告天下，这个从日本回来的家伙正在环岛哦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些初始的想法当然是一个也没达成啦。我想最大的败因就是时间因素。3天光是骑车就去掉一大半时间了，哪有空玩这些企划啊？我穿制服哎，看不出来了，看不出来。所以搞到最后，找路、找吃的、找住宿，通通都是问 Google 小姐。在这个短暂的3天之中，我跟她的感情应该可以说是升温不少。这应该也算是另一种面向的突破科技冷漠了吧？这间其实蛮有名的，以前我如果来台中开庭的话，偶尔会吃。来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茶香很重，我点的这个是跟往事干杯，那吃起来会有一点往事的感觉。一球100嘛，对不对？1球100，2球180了，刚刚看。现在台湾的物价真的是有一点高啊。那回去小心。好，我们日本见，拜拜。日本见。离开台中之后，这趟环岛行的归途可以说是完成一半了。看着天空中乌云似乎有慢慢聚集的趋势，想回家的这个气氛也越来越浓厚了起来。我可不想再碰到一次午后雷阵雨啊！这趟台湾的夏季环岛之旅，老实说，在天气上，我个人是觉得还算蛮幸运的。虽然出发的时候就碰到个大雷雨，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挑战人类糟糕心情的底线。但至少在台湾东半边的大景路段，天沟背啊，可都是相当的赏脸，让我好好的体验了蓝天白云相衬的台湾之美。相对应的，在台湾西半边，第一天高雄大雨，第二天台北大雨，还有等等的，呸，不会下雨的好吗？不过话才刚这么说，进入云林不久之后，看着天上的乌云，还有远方那个非常明显的雨区，心中也总算是认命了。台湾夏季的午后雷阵雨，我看是怎么躲都躲不掉的。一阵如同台风一般10分钟的混乱之后，雨区很快的就离我远去。而身上的最后一件轻便雨衣就这么被风给吹裂开了，好吧，索性就干脆不套了，反正这段时间雨势也变小了。
干脆就这样试试干干，干干试试吧。在台湾的夏季环岛，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，无非就是天气了，一定要注意防晒，千万别短袖短裤就上。而刚好因为疫情必须强制佩戴的口罩，这趟也算是意外的发挥了奇效，救了我的脸一命啊！另外就是在台湾夏季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，我想要完全不会碰到下雨，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尤其是这个时节的午后雷阵雨，又强又急又猛，如果没有准备雨具，那绝对就是要上演湿身秀了。而除了一般的雨具，单提建议大家一定要准备一双凉鞋。下雨了就换上，可以完美的回避掉你那个可能会变成臭气熏天的脚。还有，一定要带几张大垃圾袋，才不会让行李跟自己一样上演湿身秀哦。绵绵细雨当中，我们来到了刚刚在路上，朋友突然密我，叫我一定要在云林去看看那个独特造型的星巴克，以及在那附近的北港朝天宫。而且叫我来看看，但他自己又不出现，来跟我聚聚，这我也是醉啦。在朝天宫的门口停了一阵，一直想着要不要进去拜一下。不过随着时间越来越晚，距离台南也越来越近，那种回家的渴望就越是强烈。最后在参拜庙宇与老妈准备的热腾腾饭菜之间，我几乎是不到5秒就下了决定，继续启程上路吧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如果我想要出发环岛的话，要选什么交通工具比较好嘞？这个问题，当然是自己决定啊，不要什么都问别人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老实讲，在台湾环岛真的是超级方便的啦。你要选择车子、机车、单车，甚至是火车都行。我觉得在舒适度与环起来的感觉上，去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平衡点，相信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交通工具了。至于跟交通工具搭配的时间嘛，我是建议不要太赶啦，先问问 Google 小姐，然后在她给你的基础上，再加上2到3天的弹性时间，应该就会是最佳解了。总之，以台湾现今的便利度与 Google 小姐强大的科技力，环岛真的不是一件难事，甚至可以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但我们其实还是总是受限于自己固定的生活回圈，迟迟无法踏出那尝试的一步。所以，如果你看了这3集的影片，而有那么一点点想要环岛的念头的话，那真的就不要再等待了，马上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出发吧。暂时离开周而复始的常态性生活，去看看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风景，用崭新的视野重新审视这块故乡的土地，不觉得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吗？最后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丹提，你收获了些什么呢？我觉得可能是重新审视了我自己的记忆吧。也许是在离开台湾的最后一刻前，我都还深陷在工作的泥沼当中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于台湾之美，好像就只存在于食物之上。但这趟环岛之旅，包含了前些时候的南横，
却唤醒了我记忆中那既模糊又深刻的风景。原来台湾最美的风景不仅仅是人，我们也有着许多自然艺术家所塑造出的登峰造极之作。而仅身为观赏者的我们，是不是也应该尽一份心力，为维护保存它们付出一点努力呢？はい、台湾一緒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おめでとう。哇，绕了一圈回来了。2天前的6点半出发了，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。大概呢，总共就是花了60个小时的时间绕了台湾一圈，用这台小100。好，那我是觉得啦，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说环岛，做好决定之后就赶快去做，不要准备太久，不要犹豫太久，不然啊那个热情啊拖太久它就不见了。听别人说就是好像这件奶盖蛮好喝的啦，就去买，然后也不贵，49块，总算有个稍微合理一点价钱的饮料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壁下面棒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